你觉得这张照片是火星的实拍照吗？答案是 yes。那你觉得这张还是火星照片吗？答案是 no。那这张呢？答案是 yes。其实这些照片都来自于火星。我想说的是如果不告诉你，你是不是觉得它像地球的某个地方，感觉开这个越野车就能到达？但是你要知道的是，古人以前称火星叫荧惑，觉得它很神秘且诡异，甚至代表着战争和死亡。那么从令人不安的荧惑到今天这个仿佛触手可及的红色世界，人类到底经历了什么？当熟悉感冲淡了敬畏，火星真正的秘密究竟还剩下什么？大家好，我是文涛。这次视频我带大家重新认识火星。火星的发现过程。在望远镜诞生之前火星只是一个传说。直到1610年，伽利略是第一个用自制望远镜指向火星的人。当时只能看到一个模糊的橘红色的圆盘。半个世纪之后，1659年，荷兰天文学家惠更斯看得更清楚了。他第一次为火星画下了粗略的地图，标记出了一块暗色的区域，也就是后来的大色提斯高原，并且得出一个结论：火星的一天竟然和我们的地球惊人的相似，也是24小时。而仅仅7年之后，意大利人卡西尼的观测则让整个天文学界都为之振奋。他看到了火星的两极竟然覆盖着白色的冰盖，并且凭借着冰盖的旋转，他将火星日的时间精确锁定在了24小时40分钟。这个数字与300多年之后的我们用原子钟测出的结果仅差3分钟。时间来到1784年，德国天文学家郝希尔通过长期的观察，确认了火星极惯会随季节消长，并且推测火星拥有大气层和与地球相似的季节变化。这些早期的发现第一次让人们意识到火星或许是一个与地球有几分相似的世界。1877年，火星大冲。在这段时间火星、地球和太阳几乎是排成一条线。地球位于太阳与火星之间，火星被太阳照亮的一面完全朝向地球，这使得火星与地球的距离最近，视直径最大，亮度也最高，是观测火星的绝佳时机。这也将人类对火星的想象推向了顶峰。意大利天文学家斯基亚普雷利就利用比之前性能更加优良的望远镜观测火星，并绘制出了一张与前人所画完全不同的火星表面图，很像是渠沟结构，所以将其命名为坎纳里。这是意大利语意思是水稻的意思。但是在翻译成英语的过程中这个词被错误的翻译成了 canal， 人造运河的意思。这下来公众立刻就兴奋不已了，因为运河是由人工建造的，并非自然形成的水道。在火星表面观测到运河，那么一定是智慧生命在上面建造的，所以当时人们毫无疑问地相信火星上一定存在智慧生命。而当时有一个出生于波士顿的名门望族的美国人，名叫诺威尔。他深信火星存在着智慧生命，并彻底将这股火星热推向了顶峰。他自掏腰包在亚利桑那州建造了私人天文台，对火星进行了长达15年的痴迷研究，绘制了许多幅火星的表面图，在图上标出了500多条运河，并且他在1894年出版的专著《火星》中他为全世界精彩地描绘了这样一个宏大而悲壮的故事：火星是一个比地球更加古老，但是正在逐渐干涸的星球。那里生活着比人类的科技更加先进的智慧生命，但是由于火星引力弱，水分不断丧失，他们正面临着整个文明灭亡的危机。但是火星人并没有坐以待毙，而是选择与自然顽强抗争。他们倾尽全文明之力，修建了一套巨大的灌溉系统，也就是他们看到的运河。而这些运河可以将极地冰盖融化的冰雪输送到干涸的赤道地区，来拯救自己的星球。这个古老而濒危的火星文明故事让火星人的形象
风靡全球，同时呢，也催生了大量科幻作品，深刻影响了数代人。其实将火星推向高潮的呢，是在1897年，英国科学幻想作者威尔斯，他以连载的形式在杂志上发表《星球大战》小说。当时欧洲列强英法德还有什么西班牙、葡萄牙等瓜分非洲，在那里建立了殖民地。欧洲人认为非洲是劣等的、野蛮的，所以欧洲人就肆意镇压、掠夺，甚至残害他们。那威尔斯也认为火星人比地球人先进，如果他来到地球，也会像欧洲人一样对待非洲人，所以他将火星描述为凶残的殖民者。他们携带武器，逃离几乎成为荒漠的火星家园，来到土地繁茂、水源丰富的地球。他们把人类当成动物随意残杀，而地球人却无力抵抗。但最终由于火星人的身体无法抵御地球上的细菌，失败了。这本小说影响了半个世纪多的人们，以至于绝大多数人都相信其他星球的智慧生命都会导致人类的灭亡。1938年，《星球大战》在发表4年后呢，被改编成广播剧《世界大战》。编剧将故事改到现在，将火星降落地点选在新泽西州。剧中穿插着正式的新闻报道，还有目击者陈述等事实。因效果太过真实逼真的播报让许多人误以为是真实的入侵，引发了大规模的恐慌，有数千人逃离了新泽西州。这说明当时人们对火星人的存在深信不疑。时间来到20世纪60年代。 We have vowed that we shall not see space filled with weapons of mass destruction, but with instruments of knowledge. 美苏太空竞赛的号角吹响，人们的目光正式投向火星。苏联率先进行了一系列的尝试，但是早期任务均以失败告终。历史性的突破发生在1965年，美国宇航局也就是 NASA 的水手4号探测器成功飞掠火星，传回了人类第一批来自另一个行星的近距离照片，一共21张。这21张模糊的黑白图像彻底颠覆了人们的认知。没有运河，没有城市，只有一个布满陨石坑、酷似月球的荒凉世界。水手4号的数据还揭示了火星的大气极其稀薄，密度远低于预期，且没有全球磁场的保护。曾经人们对火星文明的热切幻想，在冰冷的科学数据面前瞬间破灭。1971年，抵达火星的水手9号探测器再次改写教科书，作为第一艘成功环绕火星的人造卫星向地球传回了超过7000张的高分辨率图像。它揭示了火星是一个地质活动远比地球还要剧烈很多的行星。水手9号的发现堪比石破天惊，它发现了太阳系中已知最高的山奥林帕斯山，还揭示了一条绵延超过4000公里、最深处达7公里的巨大峡谷系统。为了表彰其功绩该峡谷就被命名为水手谷。更重要的是水手9号在火星表面发现了大量干涸的河床和三角洲等地貌，这强有力的证明，在遥远的过去，液态水曾经在这个红色的星球上奔流。2. 火星的参数。经过100年的观测和几十年的太空探索，我们对火星的基本物理参数有了精确的了解。以下是我统计出来的表格。火星的直径仅为地球的1半，体积大约相当于是地球的 15%， 需要6个火星才能填满一整个地球的体积。火星的质量是地球的 0.11 倍，引力约为地球的 38%。 也就是说，如果你在地球上能跳半米高，来到火星你能跳到 1.2 米，那你可以轻松完成扣篮的梦想。火星有着与地球相似的公转和自转周期，火星的自转轴倾斜为 25.19 度，与地球的 23.5 度相近。地球一日实际为23时56分4秒，火星的一天大约为24小时39分35秒，或者 1.027 个地球日。所以说，火星与地球的昼夜交替时间几乎是相同的，可以无缝的对接
地球人的作息。然而，火星的公转周期较长，一年为687个地球日，约等于地球的2年。在公转轨道、地轴倾斜和自转的共同作用下，火星也有类似地球的春夏秋冬、四季轮换。不过，由于火星的轨道离心力远高于地球，轨道更加椭圆，所以火星上的一季度约为地球的2倍。同时，各季度的长度和气温的变化相差巨大，季节性气候也非常的极端。另外，火星的大气层相对较薄，平均气压为600帕，大气压力不到地球的1%，大气成分主要是95%的二氧化碳、3%的氮气和1.6%的氩气，以及微量的氧气与一氧化碳等。从视觉上看，地球与火星呈现出截然不同的2种景象。虽然火星和地球同样位于太阳系的4距带，但是火星比地球冷，因为它离太阳更远。火星的平均温度为-60摄氏度，极地地区可以降至-143摄氏度，而夏季赤道附近最高温度可达35摄氏度。与其他星球相比火星的这个温度已经非常接近地球了。这个相对友好的环境使得它成为人类太空移民的首选目标。3. 火星上的奇观。我们的地球被广阔的海洋覆盖，赋予了它充满生命活力的蓝色外观，而火星呢，则是一片被无垠的沙漠与戈壁覆盖的寂寥世界。但是你是否好奇，火星的表面为什么闪耀着红色？这是因为火星的地表富含铁矿，与大气中的微量氧气反应，形成了氧化铁尘埃。氧化铁本身呈现出红棕色，经过数十亿年的漫长岁月，这些微小的氧化铁通过风化等作用，遍布了火星的每一个角落。简单来说，火星正在经历一场席卷整个星球、持续1万年的生锈过程。这层铁锈如同宇宙为火星量身定制的红色战袍。火星的南北半球有明显的自然分界，这一现象被称为火星的全球二分性。在火星赤道附近，巨大的塔尔西斯高原拔地而起，其东侧则是太阳系最宏伟的峡谷水手谷，它们分隔了火星截然不同的南北半球。南半球以其古老、崎岖且布满陨石坑的高地为主，北半球主要是广阔平坦的低地平原，被称为北方大平原。其实火星上的地理特征与地球非常的相似，但它们的规模被放大到了史诗级别，显得格外的宏伟。比如在火星的低重力环境下，形成了一系列超乎寻常的地质奇观，其中最引人注目的便是太阳系中的超级巨无霸奥林帕斯山。这座火山底部直径有600公里，高达21公里，几乎是珠穆朗玛峰的3倍，是太阳系行星中已知最高的山。俯瞰火星，奥林帕斯山如同一个巨大的青春痘，其中心有多个塌陷的火山口，以及高达80公里的悬崖轮廓，使其外形酷似一个巨大的盾牌。其面积比中国江西、福建2个省的面积总和还要略大。在希腊神话中奥林帕斯山是众神的住所。火星上的奥林帕斯山因为其体积巨大而被冠以此名，但由于这座火山的坡度很缓，而且火星的重力低，因此人类想要攀爬它并不困难。不过呢，目前还没有任何一部探测车探索过这片区域。除了奥林帕斯山，另外一个令人敬畏的火星奇观是水手峡谷。这道横跨4500公里的巨大裂口，如同一道天然的伤口，将火星一分为二。它深达11公里，宽约200公里，仿佛是铭刻在火星红色面庞上的一道远古伤疤，是远古神奇在此挥剑斩下的惊天一击。它是太空中观察火星最容易辨识的地方，其长度与纽约到洛杉矶的距离相当。它也是太阳系最长最大的峡谷，是当之无愧的峡谷之王。火星上还有一种被称为蜘蛛群落的奇特地貌，不过这可不是真正的8条腿的怪物，而是大自然鬼斧神工的杰作。当火星的春季来临，地表下的干冰
也就是固态二氧化碳，因温度上升而直接升华成气体。这些气体被困在1米厚的冰层之下，压力持续累积，最终突破冰层，将深色的沙尘物质喷射到地表。这些物质在冰面上扩张沉降，形成了放射状的暗色图案，其形态大小不一，直径可从几十米延伸到1公里，宛如巨大的蜘蛛网。除了季节性的地貌变化，火星的天气也极具戏剧性。这颗红色星球以其巨大的沙尘暴而闻名，这些沙尘暴的规模有时足以覆盖整个星球，将地表特征完全遮蔽。当强风卷起地表的细微尘埃，会形成一道道移动的沙尘墙，整个星球仿佛被一层翻滚的朱色面纱所笼罩。在较为平静的时候，火星表面也时常有尘卷风的活动。这些尘卷风是小型的旋转的上升气流，可以被视为火星上的微型龙卷风。它们在火星上极为常见，其行进的轨迹可以在地面上留下清晰的印记。尽管规模不及全球性沙尘暴，但是部分尘卷风的高度依然可达数千米高，展现了这颗星球狂野而原始的自然之力。不过，就算在这种恶劣的环境下，这个红色星球还是可以给你一点惊喜的。在火星上，日出和日落时，太阳附近的天空会呈现出蓝色的光晕，这与火星的大气成分以及尘埃有关。当太阳光以倾斜的角度穿过大气层时，会发生散射和折射现象。火星上的空气相对于地球虽然很稀薄，但是由于阳光斜射，其穿越火星大气层的距离接近了地球大气层的厚度。同时，火星大气中又存在大量尘埃，这导致阳光中波长较长的红光被更多的散射，波长较短的蓝光可以照射到地面。因此，在火星表面看日出和日落，会感觉到颜色偏蓝，给人一种独特而神秘的感觉。说到神秘啊，那肯定少不了火星迷们在各种火星照片中去寻找与地球相似的奇特事物的事件。1976年美国海盗1号探测器在火星上拍摄了一张照片，这张照片显示出类似人脸的形状，它有眼睛、鼻子和嘴巴，人们称为火星脸。这张图引发了关于火星是否存在过智慧生命的广泛猜疑和阴谋论。然而呢，随着火星探测器任务的深入科学家们在更高分辨率的照片中发现，火星脸实际上是由一个多岩石山体组成的地质构造，与人脸并不相似。所谓的脸是光影和分辨率不足造成的错觉。是火星上有生命吗？正如我们前面提到的，人类对火星是否存在生命的遐想由来已久。火星与地球同处太阳的宜居带，使其成为太阳系中除地球外最有可能孕育生命的行星。我们在高中地理中学过，要使一颗星球孕育生命或延续生命，主要满足3个基本条件。第一，存在液态水，水是生命的基础，为生物化学反应提供了必要的环境。第二，拥有适宜的温度，这个温度必须在合适的生物活动范围内，以支持其代谢过程。第三，具备必要的化学元素，例如碳、氢、氧和氮等，这些元素构成了生命分子的基础。如果有人问1900年新闻的热点是什么，许多人的回答都是科学家们在火星上发现生命的存在。这一则消息的确在一段时间内淹没了各大电视频道和报纸。这是为什么呢？1996年，美国航天局宣布在一块火星陨石中发现了疑似生命存在的证据，陨石代号为 ALH84001。 We conclude that this is evidence for early life on Mars. 当时这一消息公布时非常巧合，恰逢美国科幻电影《独立日》上映，影片描绘了外星人入侵地球的故事，所以这则消息当时引起了全世界的轰动，同时引起了世界对生命起源的广泛讨论。不过呢，事后发现石头是来自于南极洲，只是因为该岩石空气中的气体跟今天火星上的大气吻合，含有氩气和二氧化碳，然后呢，其表面布满了类似细菌形态的小球，
就被疑视为是火星上存在生命的证据。当时的美国总统克林顿还称其为科学史上最令人吃惊的发现之一。It speaks of the possibility of life. If this discovery is confirmed, it will surely be one of the most stunning insights into our universe that science has ever uncovered. 然而，跟另外11种被科学家认为是来自火星的陨石相比，该岩石的矿物组成与它们相差甚远，事情也就不了了之了。进入21世纪后，火星探测器的策略就转变为跟着水走，因为水是生命存在的先决条件。1997年，女记者号登陆火星，它是一个小个子，主要任务呢就是试试在火星上开车可不可行，结果非常的成功。它证明了我们可以在另外一个星球上遥控一辆车到处跑，为后面的大家伙们铺平了道路。2004年，双胞胎火箭车勇气号和机遇号本来只计划在火星上干3个月，结果呢，一个干了6年，另一个更是坚持到了将近15年，简直是劳模。他们最大的功劳是找到了只有在长期有水的环境中才能形成的矿物，比如赤铁矿、蓝莓石和硫酸盐，为火星曾经拥有过水的过去提供了确凿的地质证据。就好像你在沙漠中发现了很多贝壳，一下子就明白这里以前是大海。他们为火星曾经是一片汪洋提供了铁证。2012年，好奇号登陆火星，它是一个装备齐全的移动科学实验室，它降落在一个几十亿年前的古老湖泊里——盖尔撞击坑。它确认了一件事儿，就是火星在10亿年前的环境确实适宜生命的存在，同时取得了一个里程碑式的发现，在岩石样本中检测到了复杂的有机分子。这虽然并非生命存在的直接证据，但是意义重大说明组成生命的基本零件在火星上曾经就有。2021年，毅力号作为好奇号的继任者，它的核心任务是系统的采集并封装火星上的岩石和土壤样本，以待未来有火星车将它带回地球。总之，目前人类还没有在火星上发现任何生命存在的确凿证据。5. 人类可以去火星吗？火星被认为是人类未来移民的最佳选择，但其各种极端的环境条件还是使这一设想充满困难。早在2011年荷兰一家公司推出了名为火星1号的计划，计划通过众筹将人类送往火星，并建立永久的殖民地。令人惊讶的是申请费仅为$35，吸引了来自100多个国家的20万人报名，其中中国就有超过1万人参与申请。然而你要知道的是，前往火星的成本极其高昂，意味着这趟旅行是有去无回的。申请者只能被送往火星，但是在火星上的安全不一定得到保障，回程更是没有可能。这显然是拿第一批火星志愿者做实验，因此这一项目又被学术界称为自杀式任务。尽管如此这个项目仍然引发了广泛的追捧该计划设定了严密的选拔过程，最终将选出4名志愿者进行长达7年的训练，预计在2031年发射火箭至火星。火星殖民地的设计包括6个舱室和2个圆筒形种植舱，并计划通过地球进行补给。然而复杂的资金问题使得其计划一再推迟，原定60亿美元的预算难以落地。随着时间的推移火星1号面临着越来越多的质疑。麻省理工大学更出具了一份报告，说该项目缺乏关键性的技术支撑，从经济和科技的角度等方面来说都没有成功的可能性。最终在2019年火星1号计划宣布破产。有人甚至将火星1号计划形容为一场太空版的庞氏骗局，因为这家荷兰公司通过报名已经收到了数百万美元，而在这7年时间，该计划仅完成了2个概念设计，大量的资金被用于公关和演讲，未能实现实质性的进展。 How many people do you have on staff at your company? There's 10 people currently working on Mars One. 10 people. Yes. How many of the 10 are scientists? So there's 3 engineers currently involved in Mars One, and the others are more on the storytelling part of the company.
火星作为人类潜在的第二家园，一直激发人们无限的想象。凭借当今的航天技术，我们确实能够将宇航员送到火星表面，但是人类去火星有去无回，这究竟是为何呢？首先，地球与火星的相位关系决定了不管是出发还是返回都有大约2年一遇的发射窗口期，也就是说你到达火星后，不管如何你都无法立即返回，要在火星待上大概2年的时间。但是你要知道，火星的环境极其恶劣，由于火星的缺氧环境，如果不穿宇航服，人体血液中存储的氧气仅能让人保持清醒大约15秒，之后缺氧的血液就会被送入到大脑，一旦发生缺氧，脑细胞很可能在短短几秒之内就相继死亡，最终导致脑死亡，直到最后的窒息彻底死去。当然，目前世界上最久的憋气时间为29分03秒，但这不是普通人能做到的，我们不能将它列入到分析的范畴之内。事实上试图屏住呼吸也是徒劳的，这是因为火星的大气极其稀薄，其大气压呢平均只有地球的 0.6%， 这远低于所谓的阿姆斯特朗极限。没有大气压去平衡人体内部的空气压力，人体的体液沸点会大大降低，那么人体也会产生一种叫做体液沸腾的效应，细胞也会快速的因蒸发而失水死亡，各种器官比如说肺也会逐渐沸腾，最终破裂。想想这种死亡的感觉无疑是极其痛苦的。另外呢，火星表面的平均温度为零下60摄氏度，这对人类来讲也是极端的低温。一般情况下，人类的核心体温下降到30摄氏度时，我们就会彻底失去意识。一旦到了24摄氏度，我们也将失去心脏的跳动。当然，人体是一种会突破极限的生物，地球上也有一位叫做巴根霍姆的姑娘，就曾经震惊了世界，因为她能够在核心体温降到13.7摄氏度的时候仍然活着，但这不是普通人做到，是不是？此外呢，还由于火星没有像地球那样的全球性磁场和厚厚的大气层来抵御宇宙辐射，那么火星表面的太阳和宇宙辐射水平非常之高，这会导致人体的组织受伤、DNA 变异、增大癌症和白内障发生的概率，并且导致不孕不育。尽管这种损害的致命效应相比前述的压力和缺氧效应需要的时间更长才能显现，但是作为普通人，如果不穿宇航服在火星表面生存，是活不过2分钟的。那么假如真的有人能挺过2年的发射窗口期，那他能够返回地球吗？这里就要讲一个所有太空探索任务和规划与设计都必须遵守的一个不可违背的基本物理定律——齐奥尔科夫斯基火箭方程。VE 是排泄速度， M0 是火箭初始质量， MF 是火箭最终质量。这个方程揭示了太空旅行的本质。火箭为了获得速度的改变，也就是这个 Δv， 飞行器必须以指数级的比例消耗推进剂。返回舱从火星表面发射，仅仅为了到达第一火星轨道，就需要大概 4.1 公里每秒的 Δv。 随后呢，从第一火星轨道再逃离火星引力，就是进入到返回地球的转移轨道。那么初步估计呢，大概也需要2公里每秒的 Δv。 最后返回舱被地球轨道捕获，再进入地球，大概需要1公里每秒的 Δv， 总共大概需要 7.1 公里每秒的速度，也就是这个 Δv。 相比之下，阿波罗任务从月球表面返回地球，由于月球的引力仅为地球的1/6，所以所需的 Δv 要小很多，大约呢是 2.7 公里每秒的速度。这个结果就意味着，对于从火星返回地球的飞行器来说，其初始质量必须是最终质量的5倍，换句话说，总质量约有 80% 左右必须是燃料。这也意味着返回舱除了必须依靠一个强大的火箭推进器，还需要有足够的燃料，而显然这个推进器及其对应的燃料是不可能在火星上生产的。那么能不能将火星推进器和这些大量的燃料从地球再运往火星呢？答案是需要极其庞大的预算，任何国家都无法承担，而且这也超出了目前
地球上最强的运载火箭利用重型的能力。所以目前对人类宇航员来说，火星之旅真的是一次有去无回的悲壮探索。